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月28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讲一个财经议题啊，GameStop 风暴散户图大鳄怎样改变华尔街啊？那么这是当前最火爆的一个新闻，我们也跟大家讲讲这个新闻到底怎么回事，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系列的跟这个金融市场交易有关的内容啊，我解释给大家听。我们先从最基本的部分开始啊。GameStop 主角叫 GameStop 是一个上市公司啊，他们的股票在上市啊。那么它是一家什么公司？是一家电子游戏啊、电子产品、无线服务的这个分销商啊，它卖游戏啊。那么去年它的收入是83亿美元，这其实是很厉害的啊，就卖游戏卖这么多钱，很厉害。盈利是2.2亿美元。8家投行给它的这个股价的目标是从3.5元到70元不等啊。那么这件事情是怎么引起的啊？引起的是，这个股票呢是很多散户喜欢买这个股票啊，这个股票轻资产，然后它的利润波动性很大啊，所以股票这个散户喜欢买。然后那个对冲机构 C 厂啊，就是叫香园啊，香园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分析师啊，叫策略师，叫 Andrew Left 在这个月中的时候就说这个 GameStop 不行啊，就唱淡啊，唱空讲的不行，说他跟这个亚马逊没办法竞争等等，总之啊估价过高，总之他就讲他不好啊，讲他不好，因为他是对冲机构嘛。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这样的局面呢？这个局面其实是蛮有趣的，是一个很有趣的景观啊。GameStop 呢，它这个总发行的股数是6975万股啊，6700。然后你可以看啊，这个香园其实后面还有一串对冲机构就开始沽空这只股票，认为这只股票的这个股价已经偏离了基本面啊，这股价和这个它的盈利能力不匹配，所以对冲机构就开始沽空它。它沽空了多少呢？对冲基金一口气沽空了7120万股。那你想一下，它总股本是6900万股，对冲基金这个沽空机构沽空了7000万股，7120万股。也就是说，对冲基金其实是没办法填补他们沽空的这个股票的啊。那么你想，这个比例已经到1.38比1啊。那么这帮散户呢，就开始开始互相团结起来啊。团结起来干什么？不卖股票，就是我买了就不卖，我就放在那儿。我买了不卖，你看他怎么死，他肯定会死的啊！就结果这就叫什么逼控仓，这就是非常典型的逼控仓。这个逼控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星期股价就飙升啊！这个股票飙升的原因是什么？它沽空的原理是什么？沽空的原理是我手上没有股票。但是呢，我又要去沽空，就是卖掉它。本来股票呢有实物啊，实物你去买，它涨你能挣钱，但是它跌我能不能挣钱？跌我能挣钱，怎么挣法呢？就是我卖掉这个股票，等它跌的时候我再买回来。这股票哪来的？我去借来的。沽空的机制啊，它有很多很复杂的构成，但是大体上的原理都是这个原理，就是我找人借一张股票，我把这股票卖掉，卖掉之后呢，等这股价跌下去的时候，我再把它买回来。买回来的时候，我这个钱不就比卖出去的钱少吗？然后我再把它还掉，我挣的钱就是它中间的差价。所以沽空意味着你
股票下跌你也能挣钱，原理是一个这个原理。当然，你最后沽空，很多人沽空的方式有很多方式，但最终原理是这个。那我刚才一讲说，沽空机构沽空的股票，沽空股票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它的总股本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只要你不卖，大家手里的股票都不卖，这些沽空机构就会死得很难看。为什么？因为他最终是要还的呀，他借的股票，他借来的股票，他最终要还给别人的。如果你还不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破产啊，你就会破产的啊。所以他最终要怎么样？最终他沽空的时候，他都是要去市场上把等量的股票买回来的。所以就怕你不卖，你不卖的话，他怎么去填这个窟窿呢？他填不上这个账的。所以呢，这一帮子这个散户呢，散户图大鳄怎么个图法呢？就是他就很清楚的知道沽空机构做了些什么，他们就联合起来不卖，买了不卖，你放那儿不卖，然后最后这些沽空机构它的期限到期的时候，他们就要去抢股票了。因为他要还，所以为什么股票其实你要想一下，散户是不可能把股票一口气一个星期拉4倍，那是不可能的，一定是有大基金在后面。大基金是什么？其实就是沽空机构他们自己。这是这个星期这个大家可以看这股票变成天上飞的这个股票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散户他们的集散地就 Reddit 讨论区，还有一个就是 Wall Street Bets 啊，这两个地方是他们讨论的地方啊。那么这个地方有多少人？400万散户在这里聊天啊，这就是互相鼓励，互相加油啊。然后我们之前讲的这个 Citron 的那个分析师啊，他叫 Andrew Left 最后他怎么办？他现在已经发这个视频说他已经平仓了，我已经撤了啊。还有一个就是沽空机构叫 Melvin Capital 也沽空了，他们说星期二已经沽空了啊，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当初为什么 GameStop 有那么多散户去买这只股票？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个叫 Michael Burry，Michael Burry 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投资者，他创立一个基金，他这个基金呢，当初是因为看他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他预警，所以他一举成名。这个人呢 ，Barry 就买了这个 GameStop， 就说他好，所以大家跟着去买。结果股票疯涨的时候呢，他又开始发帖子说这个股票这个炒风不自然、疯狂和危险，他发了一个帖子说这个不行啊，说有风险。后来呢，股价一涨起来之后呢，他把他那帖子给删了，大概就是这样啊。GameStop 这个星期涨了多少？涨了4倍啊！这个星期涨了4倍，涨到了347块钱啊。然后呢，这个整个1月份涨了6.8倍啊。4个月前，你想一下，刚才讲的347块钱，4个月前这个股票是6块钱啊。然后昨天又涨了134%啊。那么这家公司的市值已经变成240亿美元啊。德意志银行策略师啊，他说 GameStop 是星期二美国股市交易量最大的单一股票啊，就是交易量最大的公司，超过了什么呢？超过特斯拉和苹果啊，他们的市值差233倍啊。然后这个 S3 Partners 的数据啊，说这个在 GameStop 爆发式上涨的过程，2场比赛中完成了
这什么鬼？道歉啊。GameStop 在爆发式上涨的过程当中，沽空机构今年以来累计亏损了50亿美元，那么其中周一亏损了 9.17 亿美元，上个星期五亏损了16亿美元。然后 Melvin Capital 说，他们星期二下午平仓了空头的头寸。空头的头寸的意思就是他持有的仓位啊，就比如说我沽空了100万股，那100万股的沽空的仓位就叫头寸啊，而且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然后呢 Pons 他的2家母公司分别向他注入了30亿美元，而且支持他的财务状况。他澄清他申请破产是错的啊，他没有申请破产。那么 Citron 香园也已经平仓离场。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今天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什么叫戏剧性变化？你可以看一下，基本上空头机构啊，就是主要是现在的对手是什么？散户对机构，就是散户和这个对冲基金啊，基本上是对手啊，他们相互做对手。那么现在机构呢就损失惨重啊，有些已经离场，但是当然还有很多没离场啊。那么今天就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什么戏剧性的改变？互联网券商 Robinhood 罗宾汉今天宣布这个禁止他的用户买这个 GameStop、AMC 这几个就是涨得天上去的股票啊。那么今天上午一开始这 GameStop 这股票就大幅波动啊。那么盘中多次停盘，最低跌到112啊，那么最高位是482，中间差370块钱，那心脏差一点都不行啊，那心脏病都要发。收市 GameStop 跌 43.2%， 那收报是 197.44。 AMC 是王健林的，老板是王健林啊，王健林就是那个一不小心挣1亿的那个啊，收报是 8.68。 黑莓腰斩，一度跌，收市是跌了 41% 啊。那么 Robinhood 还有 E-Trade 啊几家这个券商啊，网上券商，他们这个行为引起了这个用户的强烈反弹，那这个骂声震天。基本上你可以看今天的推特上面，我相信至少有 50% 是在骂 Robinhood 啊，那么都在骂他，意思什么意思呢？你看股价涨到这个位置上来，你不让我去买，就意味着这个平仓给这个对冲基金空间让它平仓，就这个意思。你们是勾结起来的，基本上都在骂这件事情。然后呢 Robinhood 呢这一骂下来呢 ，Robinhood 吓得够呛，怎么办呢？就改口，说明天星期五会恢复这些股票有限度的买入。好，这个公告一出来 ，GameStop 在这个股价在盘后再次飙升，涨了多少呢？涨了 37%。应该现在是263，我没看，我刚才没看，我看的时候是263啊，263，大涨，也是在大涨啊。那么明天这个戏码还在继续发生，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啊。后续的变化是什么？后续的变化有2个，第一个，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叫谢罗德 Brown 今天宣布，他计划就股市现状举行听证会，以应对本周的市场波动啊。他在声明中这么说，他说华尔街的人只有在自己受到伤害的时候才会关心规则。美国人多年来一直知道华尔街的系统已经崩溃，他们一直在付出代价。现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会
让经济是时候让美国证券委员会和国会为每个人工作，而不仅仅是为华尔街工作。那么脾气火爆的这个众议员这个 Cortez 在推特上说他说这是不可以接受的，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了解 Robinhood 阻止散户买股票，而对冲基金可以自由买卖。作为金融服务委员会的成员，如果有必要，我会支持举行听证会。他也支持这个然后参议员克鲁兹跟这个 Cortez 是针锋相对的，经常针锋相对，但是他对这次对这个 Cortez 的这个推特呢回应完全同意川普的儿子小唐纳德Trump Jr. 他虽然没当选，但是他也很关心这个事儿。他在推特上说，不到1天的时间，大科技、大政府、企业、媒体开始行动，开始勾结，保护他们华尔街对冲基金的朋友，这就是被操纵的系统的样子。你看，这就是很典型的这种批判方式当然这是一个就是政治开始介入这件事情了这个议会国会开始关注这件事情，开始进行这个听证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散户们开始行动了，开始对这个 Robinhood 采取法律行动。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什么呢？有这个伊利诺一州的用户在芝加哥提起诉讼，就是告 Robinhood 那么他在诉状中说这个叫 Getz 这个用户叫 Getz， 他在诉状中说停止黑莓、诺基亚和 AMC 的交易是为了保护机构投资，损害散户的利益和其他的交易平台步调一致，停止这些股票的交易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害，并且继续这样做然后还有这个 Robinhood 的客户在佛罗里达、加州、新泽西州都开始提起这个诉讼，会告他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的情况这个告呢门槛有点高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通常你跟这些机构和这个打交道的时候，他通常会让你签一个很长的协议而这个协议是没有人会把它看完但是你把这个协议再看完之后，你会发现他是有权这么干的，因为你已经授权他这么干所以呢，这个哥伦比亚法学院的这个一个教授叫米茨的说他这么说，他说券商在限制交易方面允许有非常广泛的裁量权，所以以灵活处理技术故障、机械故障、失误等异常情况，或者出于需要来维护市场秩序。所以呢，就是券商没有义务无条件的接受买入、卖出或者卖空证券的这个指令。所以呢，他其实要把它告赢呢是有困难所以这个官司我相信肯定会引起一系列的诉讼就是 Robinhood、E-Trade 他们这次行动一定会引起诉讼，但是这个诉讼会打成什么样不好说现在就不好讲因为这个的确是有问题好，那我们来评价一下这件事情被关注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散户图大鳄，通常是大鳄消灭散户这个非常刺激，这个戏码非常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吃瓜群众的这种审美需要所以这个戏码很受关注，这是第一个，就是散户和这个大鳄的对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受关注的是什么？受关注的是
华尔街内部的他们之间的这种利益勾结。你想一下，一帮子机构被逼空，他们出不来，股价会其实这逼到这儿，他们会继续买，他必须继续买，否则他要破产，他要继续买股票，填够他那个空。那如果继续买，如果散户坚持不卖的话，他这股价还会往天上跑。那 Robinhood 他禁止大家去买的话，意味着什么？其实对买方的这个，其实对散户的购买力量影响不大。其实最核心的是什么？最核心的是影响这个市场心理。这市场心理一下咯噔一下，麻烦了，股价要跌。当大家都觉得股价要跌，有的人就会去卖，这是核心的力，它会改变这个市场的这种态势。那么 Robinhood 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情？当然，我看了一下 Robinhood 他的声明，他的确是背后有一些财务上的问题，他是有问题的啊。就是说，他面临的当股价这么跑到天上去的时候 ，Robinhood 作为一个他虽然是一个中介，但是他也有巨大的财务风险啊，他是有财务风险的当他面临财务风险的时候，他要做一些动作，其中这是一个他认为可以选择的动作，但这个这个动作的背后，华尔街他们之间有没有对冲基金和这个交易平台？和这个公司本身，他们这一票机构之间，他们是什么关系？中间有没有幕后的这种勾连？这是让大家关心，就是这件事情关心的是两个事儿啊。那么这里面我还关心了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有人其实上个星期就有人这个星期星期一就有人跟我聊这个事情，我也看了一下这个 GameStop。我当时的反应是什么？我当时的反应是 GameStop 这个散户背后有没有人操纵啊？这是个问题啊，这很符合中国人的思维。这个背后有没有阴谋啊？看得过去是一群人，这群人背后有没有高参在后面给他们出支招呢？大家知道华尔街是什么？华尔街里面都是年薪100万，对吧？那么有钱，都是精英啊。这次他们犯了很低级的错误很低级的错误。就我估计是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 easy money 这个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业绩呢？沽空，结果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这个低级错误被捏住了，被谁捏住了不知道。那你说会不会散户中间有高人，然后给大家出主意？有可能。但是大家这么步调一致的做一件事情，一定是有股力量在后面推动他不可能是。但是这里面有一些，这让我想起什么呢？这让我想起这个反送中运动。反送中运动也是没有领袖的，没有大台，香港叫大台没有大台，都是大家约好了就去一起做这个事情，所以抓来抓去抓不到头，原因就是这个原因。那么这次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有可能，也有可能，就是这个背后有可能是两个情况，一个情况真的有高人在后面支招，然后呢大家就听他的，这是有可能。另外一个没有，完全没有，大家都是去查资料，然后上来讲几句，结果大家凑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策略，就是握着不卖，握着不卖，结果就把这帮做沽空机构给逼疯了，把股价给逼得天上去了，有可能是这种情况那么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这是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散户们这些散户们到底有没有人帮忙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
这个极富争议的选举，总统选举。在这个总统选举当中，其实你可以看到，过去4年，川普总统他推动了一场什么运动呢？川普总统推动了一场非常明确的民粹运动啊！你可以看到这种民粹运动的目标是什么？川普总统讲的那个 Deep State 啊，所以他一直讲，我去华盛顿抽干沼泽。我去华盛顿抽干沼泽，就是典型的民粹口号啊，这是一场民粹运动。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这个散户图大鳄的这场这个股票游戏，叫 GameStop 啊，这个名字非常的好，和这场这个大戏非常贴合。就又是一个平民对付精英的戏码，这个戏码非常和什么吻合？和民粹的取向非常的吻合。所以你可以看啊，就是说，川普总统虽然选举失败了，但是他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他推动的这一场民粹运动，影响非常的深远。为什么有一些川普的支持者这么投入？跟什么有关？跟民粹有关，因为他实在是很打动一些人的心理上最深处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对精英的怀疑，就是对这种精英的不平等的不满。那么这场运动和对华尔街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对华尔街一定会有影响。原因是什么？游戏规则不一样了。你想一想，中国股市就不说了，中国股市呢都是坐庄了啊。坐庄是什么？坐庄就是利用他手上的资本，再利用他的信息不对称，再利用他的这个暗箱操作，对股价进行操弄，洗劫这个散户，就坐庄啊。但是其实华尔街呢，华尔街的特点是什么？华尔街的特点其实跟这个中国的那个庄家差不多，不同之处在于哪里呢？不同之处在于，他所有的交易是公开的，所有的交易都是公开的，他不会借1000个身份证或者借10000个身份证来开不同的账号来进行交易，那不行，它是公开的。但是其实他跟那个庄家的角色是差不多。第一，他拥有散户无可比拟的资金啊，这个第一。第二，他有信息不对称。第三，他有无数的交易工具，这些交易工具你想都想不到的交易工具，他在一切领域都比你强啊。然后就是他当然还有这个控制舆论就是他要买的是，他买完之后去他的分析师就开始分析这只股票有多么好啊，然后大家就去买，他就卖掉了。当然他顾及什么？他顾及他的声誉啊，他那个他偶尔做一两档单可以，他天天这么做，但没人相信他。那这里面还有声誉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华尔街的这些投资者跟散户他们力量这个实力悬殊，这个没办法比。所以你不要指望在这个华尔街手里挣钱，除非他打瞌睡犯严重错误，否则的话你很难在他手里挣钱。炒期货那是千万不要干的事情啊。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你看大家团结起来一样可以把它干掉。是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教科书式的案例，就是华尔街要想想他们原来手上有的这个优势在某种情况下会消失的。什么情况下？就是今天这种情况下会消失的。那么这种消失，当他这种优势不存在的时候，他可能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所以他可能辛辛苦苦干了20年，公司做的挺大，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写字楼里，一群这个帅哥美女，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全是名校毕业的学生为他工作啊，辛辛苦苦干了这么长时间，结果碰见一件这样的事情，一切清零还负数，有可能是这样。所以对华尔街来说，这件事情对华尔街来说敲响了警钟，可能他们在市场上的优势可能有一天就永远的不存在。为什么？因为散户们找到了图大恶的方式啊，图大恶的方式，这就是图大恶的方式。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总结一下啊，这个 GameStop 真的是把这个事情玩大了。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2点，第一点，明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GameStop 的股价会怎么样，我估计明天还得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些沽空机构可能得有人要破产了啊。第三个就是这件事情没完啊，一个是诉讼，一个是国会啊，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这些 Robinhood 这些机构，他们麻烦大了，等他们去国会的时候，那就不是他们能够控制得了的局面的了。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我们开始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我相信我们这里面有很多股市高手，你们有什么见解来给我们上课也好，好不好啊？我们这有绝对有很多高手啊，鸣谢一下三门高，谢谢。出位，谢谢。没想到王老师今天分析 GameStop， 虽然我没买过 GME， 但看着散户和金融大鳄的对决，真是惊心动魄。手上有点 AMC 和黑莓，给王老师买咖啡，谢谢。Julia 张，谢谢。10月天，谢谢。姥姥王，谢谢。这2天做股票小赚，请你喝咖啡，谢谢。看来散户都赚了哈。Casper Lin， 谢谢。情况 Cash APP 和大通银行证券并未禁止交易，散户用蚂蚁雄兵的方式推倒大机构，明天散户会大举进行报复性反弹。OK， 情况我一直关注 Reddit 的 Wall Street Bet， 也参与了一波 GME 和 AMC 的操作，跟着小赚了一笔。GME 的YOLO 是去年10月就有的一个用户一直推动的，他从5万美元入手 GME， 昨天他已经赚5000万了，这很爽吧，非常棒吧啊，这就很厉害了啊。情况在社交媒体 Reddit 有个散户群叫 Wall Street Bet， 专门讨论股票交易，他们决定和沽空 GameStop 对着来，英文叫 Short Squeeze，台湾叫亚空，一举成功，热闹极了。观点，散户中确有高人。其实 Reddit 上高人从去年3月股市大跌起，已经指点这些千禧世代赚了不少钱，所以这些年轻人很信他的话。这些千禧世代每人买的股份也只有1、2股，就算赔光也不怕。尤其是08年时，这些人的爸妈被华尔街整惨了。记得反华尔街的抗议吗？这是王子复仇记啊，太好了啊。OK， 观点：华尔街的腐败，是 DeFi 去中心化金融的机会。这次 GameStop 的事件中，华尔街代表了集权，散户的行为是韭菜的农民起义啊。OK， 观点。与中共相比还是好很多，中共的股市专家都说过，赌场都不如。看散户的底牌，什么 T+1， 明显就是保护机构的政策，与中共股市有一比了。为什么总是要把
美国的一些问题跟中共拉到一起去了啊，不一样嘛，是不是啊？美国股市你说是赌场呢，我觉得不公平啊。当然，华尔街有华尔街的问题，华尔街的问题跟中国股市的问题不一样啊。观点，股票有 short rate 的指数太高的时候，容易引来机构沽空。如果这个 short rate 已经到了150，我觉得应该有机会去逼空获利。我觉得应该是有机构在后面操纵。OK，我那天我也就说，星期一的时候他们跟我说，我就觉得会不会有人趁着这个散户带着散户一起干呢？背后也有机构在干的事情，会不会呢？观点，华尔街这次做空并不是没有道理，说白了就是觉得这只股票不值那么多钱。在全球瘟疫的背景下，确实有很多人不去 GameStop 这样的实体店买游戏了。大多游戏可以直接在主机上下载，做空的符合逻辑。但是华尔街投资者没有算到一群手里有纾困金的散户跑来搅局，这群散户被称为网络喷子，集结在 Reddit 还有 Wall Street Bet 这种网络论坛上。情况 Wall Street Bet 其实之前已经全版都搞对了好几只股票，从特斯拉到 AMD 到现在 GME， 只是从 GME 这没有了。情况，美国的朋友说，纳斯达克的 CEO 在那边气急败坏的说，这些人是有阴谋的，要禁止他们什么的，真的有够爽。对他们来说 GameStop 是童年的回忆，但是这些公司搞到快破产，一堆的人是气得不行，所以就算知道不赚钱，也要烧死这些大鳄。 OK， 情况，美国的蚂蚁帮终于合作打击对冲基金，这些股票本来是3-5，无利润、无业绩、无市场，也没有未来，何必去 short？他们自找苦吃，这些机构总认为高人一等。我朋友放弃硅谷高薪，全家搬到华尔街做对冲基金经理人，目空一切。原来是他得罪了你。情况，我在30多的时候做空过 GME， 发现 GME 和 DDD、AMC 不仅在美国上市，而且在墨西哥 BMV 上市，他们有内部联系，不回补有问题。OK。情况，美国疫情开始，增加了800万散户，创历史新高。这些蚂蚁初出茅庐，果然不同凡响，好戏才刚刚开始。OK， 观点，民众对于华尔街的不满和仇视从次贷危机就开始了。美国民众对华尔街玩的金融游戏非常气愤，他们把贷款拿来做各种金融产品，制造次贷危机的泡沫。暴雷之后，美国政府拿纳税人的钱把他们保释出来。从那以后，美国就出现了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这次散户集结起来屠龙，让普通人很解气。OK， 观点，算不算一次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次是真的打痛了华尔街，很多 Reddit 上面人买1-2股，根本就是情绪上的买入，根本不 care 盈利。这就是中国人叫什么？中国人叫这叫名气可用啊，名气可用。情况，我昨天也参与了这场游戏，其实这就是新时代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国内去年就禁止在社交媒体直接荐股，看来这次事件之后，美国有可能出台禁止政策。怎么能比呢？我念完这一段评论之后，大家有什么感受？真的很解气的吧？所以大家记住，民粹主义真的很容易打动人。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得到一些人支持之后，他们的热情真的非常高，原因就跟这个有关系，就是民粹它真的会让人觉得很爽很爽。提问，王老师 ，RH Robinhood 禁止散户买卖，是否说明美国的自由市场其实不自由？为什么我们喜欢这样？我不知道
你说呢？你是想说不自由对吧？那就不自由吧，好不好？我怎么反驳你呢？反驳不了啊。观点：这种事如果发生在中国，中共一定会发个文，稳定金融之类的，然后开始伸进资本市场，禁止买盘或者限制买盘，用非正市场手段来保护寡头利益。观点：同意王老师的观点，机构如果没有信息壁垒，根本赚不到钱。本质通信系统 PhD。从概率论的角度来看，任何自由开放的股票市场，在短期来看都是 uniform random process， 长期来看只跟经济周期有关。只要公司不退市，股票跟公司效益基本无关。我也是这么认为。情况跟着做多的机构一定有 Reddit 的 SWB 板块，该入的大家早入了，但是之后又有上亿资金进入，这些资金肯定是外来，做 short 风险无法评估，需要谨慎。 OK， 观点：在家工作可以一边炒股票一边拿政府给的支票，是今年散户爆发的温床。 OK， 情绪加观点：补完之前的直播，昨天直播2那期节目太精彩，关于王先生提出的对美国将全球气候变暖提为国策的疑问，推荐王先生看一下 Netflix Our Plan。 这个我看到他们推荐，只看完第1期就够了，希望你可以对你了解制定这个国策的研究有帮助。今天这一期也很棒，我朋友就是散户大军之一，他说懂点金融的都清楚他们的手段，他也就凑个热闹吃瓜。前天刚在讨论，今天你就直接直播了，哈哈哈。最后希望你身体健康，注意腰部护养，不要受寒，谢谢。好，观点：美国几乎没有中国意义上的散户，都是机构投资者，只是实力大小不同。例如巴菲特的伯克希尔现在是34.8万美金一股，这就不是普通散户可以买的，所以巴菲特是机构的机构，庄家的庄家。这个沽空机构应该与中文中所谓的散户是一个级别，最多大一点的机构，所以所谓的散户最多是实力略小一点的机构，所以才会协调一致。观点：这次顶多是华尔街的傲慢与自负的一个恶果，但说动摇华尔街体系还言之过早。谁说动摇它的体系了？这才损失多少钱呢？那没有，那不是一同仁。华尔街的傲慢与自负，你觉得吗？我没觉得啊。为什么你会觉得他傲慢和自负呢？大概我们理所当然觉得他傲慢自负，因为他挣的钱太多了，对吧？观点：我提环保战略其中一个好处，中国为主的欠发达国家绿色产业升级是个大蛋糕。拜登总统希望迫使中国加入环保协定，同时靠政治上的行动来让中国的环保产业升级的主导权尽量在美国企业手里，让美国人多挣钱。就像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创立的保尔森基金之类的组织一直在推广这些。欧洲在争取环保技术转让这个生意里和美国是竞争方，而中国方面的动力则是领导干部们多了一条转移钱和击垮私营小企业的路数。也许吧，我不知道。环保产业是个大生意，有多大呢？现在石油产业也是个大生意啊，世界上最大的企业是什么？阿美啊，是吗？观点：上午王老师讲不理解拜登的新能源策略，我个人的理解是，有了这个策略就限制了国内自给石油，增加了对石油的进口，继续输出美元，实际上还是想巩固美元的地位。美国必须贸易逆差输出美元，不然就完蛋了。美国是变成一个石油输入，所以就输出美元。那为什么要这样呢？贸易逆差不需要输出
美元就已经贸易逆差了呀。美国贸易一定是逆差的，它又不会停，所以为什么会完蛋呢？如果你说的这个逻辑成立啊，就是说美国必须输出美元，形成贸易逆差，就算是美国有石油，就算美国出口石油，美国仍然有贸易逆差，那为什么还做这个动作呢？扩大吗？我不同意，我不觉得你这个成立啊。观点：气候问题是个政治正确的口号，无人可以挑战。用这个作为国策，可以真正有效整合欧洲等盟友。欧洲、日本拥有大量的环保科技，美帝将气候作为国策，可以从盟友自身的利益来整合盟友，打击当前接受制造业溢出的国家，收取环保科技税。这些政府要修补盟友的关系，气候政策是一个最佳的切入点，这就是我的看法。这完全是老美一贯的阳谋做法，也就是告诉你怎么玩，别人也没有办法，自己啊 ，OK， 我不理解的是什么呢？我不理解政治正确。那美国有什么利益呢？就是卖这点环保科技吗？美国卖的东西可多了，对吗？我没有发现美国在环保科技领域有多么领先的地位啊。所以我还是没有理解，你还是没有解释到利益点在哪里。如果利益点是盟友，美国为盟友制定一个国家战略，跟他自己没啥关系，他得投入大量的资源去做这件事情，我不相信，这不是一个美国总统应该做的事情，我还是没有理解。观点：其实美国拿全球气候战略作为一个美国的一个国策，有一个好处，就是借着环保议题统一全球，这就跟美国已经做了全球经济战略同一个概念。美国怎么统一全球？美国才不愿意统一全球，统一全球要花钱的，统一不了全，不会。美国统一全球这个事情，这种议题只有中国人会想，其他国家的人不会想这种事情啊。中国人有这种统一全球的这种想法啊，中国人、苏联人啊。问题：日本照会联合国正式不承认中国在南海主权，王老师怎么看？我这还没看到是吧？那也就是美国跟日本跟美国站队了啊。美国已经宣布了不承认中国在南海的这个所有的主权声明啊，这是蓬佩奥声明的啊。情况：几年前去阿拉斯加游轮旅游，近距离观看海上一处大冰川，游轮上配置的地理专业人员解释，该冰川已经持续融化了5万年，远远长于人类工业化的时间。按照联合国气候组织的估算，即使全面实施巴黎协定的最佳方案，100年后全球温度下降只有1到2度，基本上无关痛痒。人类对自身生存的忧虑是天性，仅过去50年内，世界对地球的担心是石油枯竭，开始冰川时代，大饥荒，休养层消失，全球迅速变暖，到现在永远正确的气候变化。我自己的理解，人类大概过于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啊。地球活到现在啊，它的变冷变暖，这个受到各种攻击，受到这个流星雨的攻击等等。我看过一个纪录片，讲的是气候学家去南极还是北极钻探这个冰，这个冰就是这个冰往下钻，冰钻出来这个芯大概有这么粗的芯，他们就分析这个冰的这个芯，通过分析这个冰的这个里面的成分和它的构成分析过去地球的这个气候的变化，地球经历了巨大的气候变化，
就是一下子变成火星，一下子变成土星，一会儿变成冰川，地球无数次这种大变化。人类社会生存的这段时间，在地球的历史长河当中是一瞬间，这一瞬间正好这个气候的状态适合人类生存，所以人类活下来了。所以我们为气候做多少事情，当然我们尽量的要维护环境，这个没有错，这个政治正确没有错。但是人类真的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改变地球的一些进程吗？比如说气候变暖，气候变暖有多少因素是人类造成的？我对有一些数据我是不大认可的就是说，我认可环保活动家们的理念，但是环保活动家们有些东西也做过了，就是他们对数据的解读未必完全正确，他们还是有 bias 还是有偏见，所以我也不完全相信他们的话。老实说我认为我们要尽量的爱护我们的这个环境，尽量的使用清洁的能源，使用这个节省我们的现有的资源，这个没有错。但是夸大人类的对地球的这种影响力，我觉得也是人类的某种傲慢吧我是这么看的观点：全球变暖无法证伪，根本不能算科学，只是意识形态。为了回应年轻选民，气候变暖到底是不是人类活动影响的，到现在还没有定论提问：如果将气候问题作为国策，是为了其他目的，为什么不直接用这些目的作为国策？有没有可能他单纯就是想保护地球，因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有可能，但我还是不理解，因为国策嘛，你必须有巨大的国家利益才行提问：王老师，为什么拜登政策环保？但是石油相关股昨天好像几只翻倍，有一只盘中翻了10倍，有什么关于石油的新闻吗？这些散户今天让一只只有5个员工的 GBR 股票翻了10倍。网友答：石油股是跟经济瘟疫，如果翻篇石油股就会涨我没有看所以我答不了你，真的不知道情况，气候问题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没有办法做实验，你能小范围在实验室里模拟气候组成和空气流动，但大范围的智能靠长期取证和猜。事实上，技术天气预报已经很发达，现在也不能够预测明天某一个时段内准确温度，更别说100年时间跨度的全球性的预测。AI Gore 2000年前后说10年后没有北极冰层，现在北极冰层还在呢。这种规模的预测几乎跟巫学一样，没有人能够证明对错。而根据这些研究为依据推出的政策，跟国内领导治理一样，我认为中间肯定有些东西我们不知道。我还是那句话是什么？就是当你发现一些事情不合理的时候，肯定有些合理的东西我们不知道。你比如说，我还是那句话，这个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国策，它背后一定有巨大的国家利益，否则它是不可能作为国策的。有网友讲，通过卖这些环保技术来挣钱。美国没什么环保技术，美国在环保领域是不大发达的国家，他为什么要推这个？他帮别人做事吗？那不可能。你说我们现在现发展现推可以吗？也可以，但是问题有多大呢？有多大的市场，有多大的规模呢？你上来他们已经讲了，这个政策2万亿，你花2万亿能挣回来2万亿吗？所以这个你肯定要有巨大的国家利益在背后，这背后你得有逻辑，这些逻辑是成立的，是真的会这么发生的。我现在没看到，跟产业，我觉得跟产业肯定不是产业的问题，
产业肯定没有问题。那你说纯粹是真的是 goodwill 也不只是美国的 goodwill， 地球整个是全人类的，也不是美国一家的呀。那凭什么美国要推动一个这样的国策，其他国家不用推动的国策？你如果说我带头，大家一起推动的国策，问题是美国并不是在这个领域最发达的国家，肯定不是。他为什么怎么突然一下醒了呢？这个我还是没想通，我们慢慢研究吧，好不好？提问王老师，你之前也讲过，这次美国财政刺激政策资金是由美国政府发债来的，但有个问题想不明白，美联储最近一年资产负债表从4万亿增加到7万亿，增加3万亿应该是买了美国政府债，但美国联储局这笔钱是哪里来的呢？算不算印钱呢？当然是啊，如果是，那算不算是增加市场的美元供应呢？当然是啊，当然美国政府最终还是要归还这笔债务，当然是这样啊。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4万亿增加到7万亿，中间的3万亿是从哪里来的？他就是去市场上买啊，买债啊，买债是用什么买的？买债用美元买啊，他哪来的美元？他是美元的发行机构啊，他就发行了美元去买债啊，就这么来的，市场上不就多了美元吗？美国政府发行国债进行拍卖，美联储不去购买的那是金融机构去买的，美联储买的是金融机构持有的美债，就是一个，然后这个跟那个有没有关系呢？没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你想一下，美国政府发行国债，它去拍卖，市场上是花美元去买的，对吧？那么美联储没有因此发行美元，美联储发行美元跟美国政府发行国债没有因果关系。当然，这个市场都在同一个市场，什么市场？国债市场，国债市场上买卖啊。但是只跟美国的货币供应跟谁有关系？跟美联储有关系。美联储去市场上买，那货币就发行出去，他做回购，那钱又回来了，就是这样子啊。那他觉得市场美元多了，美联储就不断的回购呗，不断的回购，把他的手上的美国国债卖出去呗，然后资金就回来了，钱就少了，就是这样。所以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啊。提问：王老师如何评价 Reddit 和 Discord 曾一度封杀 WSB 的行为？我没有看清楚那个，我知道这个，然后互相都有谴责，但是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据说是里面有一些什么仇恨的言语等等啊，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到那部分，因为没有时间，因为实在今天要看的资料太多了啊。提问：前几期讲的那个10几条5毛培训准则文字版在哪里找？社区没有看到。是社区我发出去就被屏蔽掉了，所以发了几次都没成功。你去我的推特上找，我的推特上有，好吧？情况加观点加问题，坐标英国，新能源对环境保护有利，对普通 household 也有很吸引人的经济效益，商业模式可行，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保护环境，太阳能屋顶、地景取暖、保温材料等新技术，在房价不变的情况下，住房能源自给自足，住房还可以发电，并入电网盈利，居民既是能源的消费者，也是能源的供应者，使用家用电动车也能获利，和汽车相比，燃费支出下降80%以上。英国的油价高，是吗？我看到的案例都是赔钱的。赔钱是什么意思？因为你要进行这些改造是要投入的。你比如说我投入1万块钱，
1万块钱，然后呢，我就每个月呢，我能够省100块钱，那你多长时间能回本呢？那你可能很长时间回本。所以基本上环保呢，我认为环保是赔钱环保是赔钱，就是环保是一定要有钱投入，要支出的只不过呢，作为一个环保政策呢，这笔钱到底是谁掏的问题。如果是政府掏，也就其实每个人都在掏，因为政府的钱是从老百姓身上收取的税。那如果不是政府掏，那就商业机构掏。商业机构掏，其实最终还是要用户付费，所以还是老百姓掏钱。所以其实讲到底，环保政策都是大家口袋里往外掏钱，本质就是这个观点，气候协定对发达国家有利，发达国家把制造业放到了发展中国家，碳排放自然逐渐降低。发达国家靠技术和金融，发展中国家靠制造业。气候协定里要求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要为制造业的污染买单，非常有道理这是有道理情况最近国内进口冷链带病毒的新闻又铺天盖地，来了极其猛烈的一波听过王先生的节目的大家都知道这又是在做什么。我最近看到一个什么呢？看到一个张文宏医生说了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经典。他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例发生过由于这个进口商品带有病毒传染给人的一例病例都没有。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讲这些没有意义因为这些东西就算它有病毒都不会传染给人所以没有意义所以张文宏这段话我觉得说的非常非常棒观点，欠发达国家比如中国用谁的环保技术是一个政治为主的问题，交锋的重点是标准，主要不靠自由竞争的。据保尔森基金会估计，光中国需要的绿色金融投资每年就高达1万亿美元。现有在中国影响绿色金融的境外组织基本全是美国组织，也能看出一些端倪。但是你知道虽然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个合谋。中国的环保全是骗人的，没有真的，都是骗人的所以那就是个合谋嘛明谢 Renee Mac 谢谢 Kate K 谢谢，特意赶来直播回应早上的议题。拜登把环保定为国策，是带领美国进入环保经济，例如大力推动电动汽车、新能源发电等，支持这个政策。电动汽车的电可能也是煤发的电的，所以我们对事情要看得更远一点谢谢谢谢 Kate。 环保我觉得政治正确没有错，但是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想得更细一点，更实质一点，所以让我们继续探讨它吧，好不好？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